日本已经去过很多的烧鸟店了，但是有没有一家店是我真心觉得它是最好吃的呢？我花了3年的时间，对比了很多店，确定了这个唯一的答案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，它就是我在日本最爱的烧鸟店。あ、すみません。19時半予約したり。ここです。他家的店非常的小，每天只接待一组7个人，所以才会这么难约。店里没有菜单，吃到最后的时候才会问你要不要加什么，所以进店之后不用紧张，坐下就直接等着开饭。但其实会有点紧张。高级烧鸟店里面打头阵的，一般是茶碗蒸蛋或者鸡汤，滑溜溜的蒸蛋像是嫩豆花一样，第一串烧鸟就上了鸡胗，他家独有的那个炭香会在一瞬间被你的鼻腔和味蕾捕捉到，然后就是很香的烤银杏，像是刚从炭火里刨出来的小土豆。接下来是鸡内腿肉啊，在日本内腿跟外腿其实是2个串，他家的烧鸟总共有7种调味，这一串就是有一层薄薄的甜膜。接下来是一小碟鸡胸肉，应该说它是刺身还是烤肉，中间的肉还保留着果冻的质感，然后是烤香菇，我就这么说吧，它这个香菇居然有肉感，然后会有一小碗汤是为了下一个部分，然后是骨肉相连，它就像是鸡肉和猪耳的结合，虽然这个形容有点 low。接着是鸡肝酱，这个鸡肝酱特别的难做，因为它是低温熟成，质地细腻的干泥，很快在你嘴巴里扩散开来。接着是糖心鹌鹑 ，damn， 高端的烧鸟店会烤的，外面是热的，里面是温的，这不是我吗？接下来是一道菜，蛋黄酱肉饼，像是在吃怀石，然后是京葱雪橇肉，一种大腿肉衍生出来的肉，是鸡大腿连接腰骨的部分，带着炭火的鸡皮，咬开之后里面仍然鲜嫩多汁。青菜不仅难吃，还很健康哦。烤鸡心一直是我的最爱，轻轻咬一口，你都能看到汁水顺着纤纤往下流。然后是一个炸春卷，里面是蔬菜泥和肉馅儿，像是用来过渡口感的主食。因为下一个串是他们家的招牌雪干，它里面的口感真的可以用丝绸来形容。这个是鸡心根，甜甜的口味加上一点紫姜末，那个香味中和的非常合适。京葱鸡腿就是我们的老朋友，也是能看出一家店基本功的串，突出的就是一个韧而不脆。然后是鸡肉丸子，这个串按理来说应该会很干，但我咬开之后惊奇的发现里面仍然很多水。最后是提灯，我说它好吃吧，这不是下水吗？但是我就是喜欢蛋液搭配上甜酱一起在我嘴巴里面融化的感觉。喝口热汤就到了最后的主食环节，这一碗其实是一个双拼，亲子冬加肉末饭，看视频可能觉得并不多，但是你吃到这里真的会很饱。烧鸟好不好吃，我觉得真的不能只看食材的选择，大酱的手法可太重要了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卡玩意儿，哎呀，真的好吃。不是，现在的法餐都这么便宜了吗？而且今天这家店看上去档次也没有很低啊。是不是现在的人都不怎么吃法餐了？感觉今天算是捡到了一个宝，因为主要是看到他们家的鹅肝饭特别的近。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啊，谢耳朵，叫做遅くなった。3時までなんですけど大丈夫ですか？啊，大丈夫です。还有1个多小时，感觉这家餐厅生意非常好，因为我们已经预约了餐品，所以就直接上菜吧。第一个小菜是芝士条，可以就着吐司一块吃。然后第一个前菜应该是金枪鱼，就是那种法式酸酸的味道。然后是薯片土豆泥，可能这就是法国的亲子冬吧。三文鱼里面加的是咸芝士，吃一顿法餐可以胖10斤。但这道菜我今天非常推荐，奶油蘑菇汤，虾仁加上纯正浓郁的奶香，可以用脆脆的面包片，也可以用厚实的吐司，反正就是尽可能多的裹上汤汁。那一口下去味道太浓了，里面的小蘑菇直接挖着吃就很爽，我太爱这个味道了。然后第一个主菜是一整只大龙虾，师傅会把龙虾爪单独剔出来，镶在虾头的地方，爪子的肉就特别有嚼劲，烤的焦焦的有一点。龙虾尾里面也灌满了芝士，我这一叉子下去都在爆浆，而且吃这个完全不用剥壳，叉子一挑就能全扯出来，特别过瘾。特别是这种表面焦黄，下面嫩嫩的龙虾尾，感觉这个虾肉都在嘴巴里弹。旁边这个是鸡蛋羹，上面的酱料像是番茄咖喱味儿。下一道主菜是鱼排，上面铺了2片大萝卜，而且下面还是萝卜，我还以为是我火龙果呢。不过这样吃鱼肉还意外的爽口，因为那个萝卜是红酒炖的，花样非常多。然后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场大明星，他家的鹅肝饭，2块超大的鹅肝配上法国酱油，就这个饭光是鹅肝就很神仙了，而且下面的饭还是芝士加蟹黄酱的味道，好吃。这个有点像咸蛋黄焗饭的那种感觉。鹅肝也是一口咬下去会在嘴巴里爆油的那种，吃完它之后胖多少都无所谓，反正我是觉得值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还是一道巨硬的菜，这真的硬过头了。鹅肝加牛排加土豆泥，这是什么养猪套餐？感觉他家的鹅肝跟不要钱一样，而且他这种鹅肝是慢慢煎的，就会把里面的油脂都耗出来，所以吃起来只有香醇没有油腻。我感觉血压已经上来了，吃个牛排压压惊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份冰淇淋蛋糕，他家就连甜品都这么扎实。这家店快带你们的男朋友来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太实惠了。卡玩意儿。阿姨用一道中华水饺征服了日本人，还拿下了东京当地的米其林推荐，这是一个多么牛逼的事儿！所以没错，便宜实惠。今天我们又来阿姨的居酒屋了，就这一个菜封神。他家现在真的太难约了，感觉当地的日本人都知道东京有一位特别会做水饺的哈尔滨人。又到了吃饺子的日子啊！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、ちょっと遅くなる。啊，在吗？还是这么小一个店，里面挤满了日本人。时隔1年了，他们的菜单还是这么的破，但就是这家店的味道。主要还是那5种口味的饺子，但我们还是要先吃前菜。这个菜一直被我认为是北方口味的棒棒鸡，跟四川的完全不一样。成都的好像只有辣油没有麻酱，这个鸡胸肉是真的特别的滑嫩。四川的一样好吃。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香菇鸡肉粽，它包得很小，一口下去可以吃到里面所有的料，里面是2坨卤过的鸡腿肉和一些香菇，然后是一道我来了这家店才吃过的菜，皮蛋豆腐，没见过的组合对吧？
豆腐的味道刚好冲淡了皮蛋的咸味儿，泰国风味，里面的香醋配上腰果也很绝。最后一个前菜是凉拌水母，你就当是荤魔芋丝好了。这个菜特别的开胃。然后第一盘饺子叫滑饺子，这个完美的曲线像一个炸水母，它那一层是脆脆的锅贴，下面很脆，上面又很软糯，还有点像刚出过的生煎，里面是香菇、葱、木耳和猪肉，一定要带着那个锅贴一起吃，裹上辣油，那个皮会更香。就是他们家封神的那个四川风辣油饺子，每一个饺子都是单独调味，香菜、辣油、豆豉，你一入口就能感受到辣油的冲，然后再是豆豉那个甜甜的味道，甜辣甜辣的感觉。饺子皮特别薄，它的里面还会灌上一些辣油，这个一个人可以炫2盘。这一笼叫八戒饺子，蒸饺的特点就是皮特别嫩，口感会觉得特别圆滑多汁，里面是酱油、香菇、猪肉馅儿，这个味道特别的东北，不用蘸辣油就已经很好吃了。里面的料汁也刚刚好，不像灌汤包那么致命。然后他们家还有这种广式腊肉，刚刚煎了一下就端上来了，像中场休息的甜品。接着是一盘虾饺，这一盘我建议第一个不蘸辣油，第二个再开始蘸辣油，里面是又软又韧的口感，完整的下来让整个饺子特别的劲道。最后一盘也是我最喜欢那个味道，豆腐水饺。我想问有多少人没吃过豆腐水饺？我在南方的时候真的没吃过，味道非常特别，是一种温润的感觉，豆腐那个微微咸的味道，配上一点肉香和葱香，你的味蕾会很神奇的被放大，不自觉的去捕捉那个豆腐的香味。没吃过的一定要试一下。这是我第2次来他们家，其实莫名还有一些感动，会有一种回家吃饭的感觉，可能是因为店里的菜都承载了家乡的味道，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内心的自豪感。总之阿基推荐指数10分满分，太好了。卡味儿寿喜烧最早它起源于17世纪的日本江户时代，所以我们经常能够找到百年老店。在以前它是只有天皇才能吃的肉，但今天这家店它的吃法真的太独特了，怪不得它作为新派寿喜烧还可以连续8年拿米其林1星。又到吃寿喜烧的日子。今天我们来的地方是白金高轮，这个地方它非常的贵，所以很多好的餐厅都会选在这儿开。别的不说，它这个地方的住宅是真的很高级，没有意见，我是住得起的。进门啊，すみません。少し早く着いたけど大丈夫です。第一个小菜很像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最先上的那个菜，今天的活到150。日本是真的非常的抠门，它松茸都是按一颗一颗来算的。然后一小块柠檬烤贝柱，很像那种肉味的果脯。完了是今天第一个前菜，它是一盘炭烤的牛舌叉烧。牛舌很难用来做叉烧，因为做起来很麻烦，但是它这个还这么厚，你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个肉是一缕一丝的感觉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厚的牛舌叉烧，就是先卤了之后然后再给你烤，它嚼起来非常非常的软烂，就是你甚至不用牙齿都可以把它压开。其实这样葱加的多反而会更好吃一点，葱丝还有一点微妙的甜味，有一点像港式的叉烧，但是没有那么甜。然后第2盘前菜是烤牛舌，其实这家店真的很好，就它虽然是来吃寿喜烧的，但是会给你上很多烤肉菜。好的牛舌下面还有大酱的血，它其实看上去很像牛舌版的惠灵顿，像果冻一样的质感，嚼起来会挤出里面的脂肪和肉汁，跟牛舌纹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完了才是今天的寿喜烧。我吃了这么多次寿喜烧，我第一次看到寿喜烧有用这种锅的，他家真的很别出心裁。他家是1克2片肉，但是他还拿了一盘松茸过来，煎肉的时候会一起煎，然后裹着它吃。对，就这一片肉加这1根松茸就8000日元，然后他家的肉还特别的厚，所以吃到嘴里的时候会有更明显的紧实的感觉。还有就是它这个打成泡沫的黄金蛋液，奶泡裹着牛肉，会让那个甜味更加的明显。然后最神奇的是，当你的牙咬到最中间的时候，它这个松茸的香味会喷发出来，就整个过程是先是奶泡的香味，然后是和牛的柔嫩，再是松茸的野味，每一口都是精心设计的恰到好处。为什么别家就没想到这个做法？然后寿喜烧还有个特别好吃的就是在于米饭，不光是餐厅，我觉得米饭都特别的重要，它能够大大影响满足感。至于干饭，当你吃第2片肉的时候，还会给你换一碗新的奶泡，然后会在锅里放一些蔬菜，这个时候它会放更清淡的料汁，缓解一下刚才的油腻。然后就是第2片肉，第2片肉其实更像关西的做法，它更加的清淡，甜味也更加的若有若无，清晰的看到和牛上面的奶泡，很想一口吞。但这一片肉真的太大了。吃寿喜烧，可乐或者啤酒是必备的。然后不得不说，寿喜烧里面我最喜欢2个素菜，一是豆腐，2就是魔芋丝。豆腐夹开里面也是花花的，魔芋丝是真的很带汁儿，它已经吸收满了各种牛油和蔬菜的精华。最后再来一份冰沙，解完腻其实真的很满足。之前看有人说2片肉觉得很少，但其实当你来吃过之后，2片肉是真的很顶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它保留传统的同时，也有很多新鲜的做法，主要是调味和肉质都做得很好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